当年那场大劫，后羿找上门来了，我的9个哥哥没了，就连我也被打成了重伤，成了一只巴掌大的小火鸟。此生再无大志，只想找个山头安安静静躺着晒太阳。我是洪荒最后一只金乌，还是个病号，本源受了重创，得靠晒太阳补充点能量，吊着这条小命。突然，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日光浴。嘿，那只红毛鸡，说的就是你！不远处站着一个猪头人身的妖怪，獠牙外翻，一身黑毛，手里拎着一把9齿钉耙，看着有点眼熟。你看什么看？没听到本大王和你说话吗？这块石头本大王看上了，识相的赶紧滚！这石头是你的？整个黑风山都是本大王的，山上的石头自然也是本大王的。给你3秒钟，滚出我的视线！这头猪好像有点执着。我半天没给出回应，他等得有些不耐烦，脸色沉了下来，明显有点恼火。你这破鸟，聋了！他走过来，伸出不善大的手朝我袭来，但他的手掌离我还有30尺远的时候停住了，手上的黑毛开始卷曲变黄，一股焦糊味散发出来。你这鸟有古怪！会放火，正好。本大王新修的洞府正缺个照明的玩意儿，我看你就不错。来来来，跟本大王走，以后就给本大王当个长明灯，管你吃香的喝辣的。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灰扑扑的网。那网看着普通，上面却有淡淡的法力波动，应该是件法器。我有点烦了，我劝你别动手。我火气大，控制不好容易出事。火气大，本大王就喜欢火气大的。他把手里的网一抖，兜头朝我照了下来。他显然是把我当成普通的火系小妖了。就在那张网碰到我羽毛，瞬间化成了飞灰，空气中只留下一缕青烟。野猪精的眼珠子瞪得溜圆，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一脸的不可置信。我的缚妖网，你对我的宝贝做了什么？都说了，我火气大。前辈，小猪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前辈，还望前辈恕罪。这石头现在是谁的？您的，您的，整个黑风山都是您的。小猪这就滚，这就滚，再也不敢来打扰前辈清修。野猪精见我没进一步的动作，如猛大赦，连滚带爬的跑。他跑了之后，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没有不开眼的妖怪来打扰我晒太阳。那块青石板成了我的专属躺椅，每天趴在上面，感受着太阳真火从天而降，缓缓修复我受损的本源。这感觉比泡温泉还舒服。我的羽毛似乎也比以前光亮了一点点。这天我正晒得昏昏欲睡，一股湿冷的水汽忽然从山下蔓延上来，那水汽带着一股腥味，还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阴寒。只见山下的河道里水面翻涌，一条巨大的黑影在水面穿行，逆流而上。那黑影所过之处，河水都变得浑浊不堪。很快，那黑影停在了黑风山的山脚下，是条修炼了1000年的泥鳅，刚刚开始化礁。他自幽潭中昂起头颅，数筒冷光直射黑风山，阴翳如墨。下一刻，他从河里爬了出来，化作一袭玄色长袍的男子。他缓缓走上山所过之处，都留下一串湿滑的粘液。山里的水汽更重了，花草树木上都凝结出了一层水珠，我趴着的青石板也变得湿漉漉的。泥鳅精目光落在我身上时，皱了皱眉。哪来的扁毛畜生，一身火气，熏得本君眼睛疼。黑风山的这头蠢猪，什么时候养了这么个玩意儿？你身上的火让本君很不舒服，本君命令你立刻离开这里。小东西，本君跟你说话呢。这山又不是你的，以前不是，现在是。
那头蠢猪已被本君打跑。从今天起，这黑风山连同山下的碧波潭，都归我碧波龙君管辖。本君乃是天生水属，最厌火光。你这小鸟，要么自己滚，要么本君就帮你吸些火。你再说一遍。泥鳅精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那副高傲的嘴脸。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我就那么趴着，任由那道水箭射过来。在离我还有1尺远的地方，忽然开始蒸发，水汽升腾，发出刺耳的声响。不过眨眼功夫，那道水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能！我的玄冥咒水怎么会？太吵了。我说了，我火气很大。我伸了个懒腰，舒展了一下翅膀，随着我的动作，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浪以我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只是瞬间，周围10丈内的花草树木水分被完全蒸发，碧波龙君脚下的粘液瞬间被烤干，在地上留下一块块白色的印记。他身上的黑袍也开始冒烟。泥鳅精终于感到了恐惧。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是个想好好晒太阳的鸟，是你非要来打扰我。我抬起一只翅膀，指了指山下的碧波潭。你说那里是你的地盘？不，前辈饶命！是小乔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小乔再也不敢了。这黑风山，这碧波潭都是您的，小乔这就滚！你跟那头猪真是一模一样，你俩上辈子是亲戚吗？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不计较吗？晚了，你让我很不爽。你身上的水汽污染了我晒太阳的空气。我翅膀轻轻一扇，一股金色的火焰从我翅膀间飞出，朝着山下的碧波潭飞去。碧波龙君看着那朵小火苗，咽了口唾沫。他想跑，但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一股无形的威压将他死死地定在原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朵金色的小火苗飞到了碧波潭的上空，然后轻轻地落了下去。1秒、2秒、3秒，什么都没发生。碧波龙君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侥幸。就在这时，异变突生，整个碧波潭忽然开始冒泡，水温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急剧升高，水里的鱼虾连翻个肚皮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被煮熟了。浓郁的水蒸气冲天而起，在黑风山顶形成了一片厚厚的云。我的潭，我的水府，水蒸发得越来越快，碧波潭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潭底的淤泥露了出来，很快就被烤得干裂。前后不过1炷香的时间，原本水深100丈的碧波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冒着热气的干坑，一滴水都不剩。好了，现在干净了。身后是那个已经彻底下场的泥鳅精，本命栖息地被毁，他的道行至少要跌落500年。我没再看他，这种小角色不值得我浪费精力。煮干了碧波潭后，又清静了半个月。我每天趴在石头上享受着日光浴，感觉受损的本源一丝丝恢复，虽然微不足道，但总比没有好。这天我正在假寐，想不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竟藏着这么一位小可爱。我睁开眼，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青石板前，她身后9条毛茸茸的狐狸尾巴正在轻轻晃动，是只血脉很纯正的九尾狐。小家伙，姐姐没恶意，姐姐路过此地，看到这里火源精纯，就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这么个小东西在这里修行。你这身羽毛真漂亮，红的像火，亮的像金子。姐姐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就没见过比你更漂亮的羽毛。你看完了？看完了就走吧，别打扰我晒太阳。小家伙脾气还不小。他向前走了2步，想伸手摸我。别碰我！有意思，真有意思。你是什么东西？这般纯粹的火源不像是凡间该有的。莫非是上古哪位大能的后裔？我没说话，闭上眼睛继续假寐。
九尾狐见我不理他，也不恼，他就在旁边找了块石头坐下。你不说，姐姐也能猜到几分。天地间的火分3、6、9等，凡火、地火、天火、三昧真火、南冥离火。但你的火似乎比这些都要霸道，它不是在燃烧，而是存在。只要你在这里，这里就是火焰的国度。这是一种权柄，拥有这种权柄的，纵观整个洪荒，也只有那么寥寥几族。凤族不对。凤族的火焰虽然华丽，但失之于广，不够纯粹。祝融后羿也不对。巫族的火狂暴有余，灵性不足。难道是金？闭嘴！有些名字不是你能叫的。是奴家失言了，青丘涂山氏见过殿下。我不是什么殿下，我只是一只晒太阳的鸟。现在你可以走了吗？殿下说笑了，您这样的存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黑夜里的太阳，想藏都藏不住。您在这里弄出这么大动静，先是烤熟了一头猪，又煮干了一条河，这方圆万里的生灵，只要不是瞎子，都能感觉到这里的异常。奴家能找来，别人自然也能找来。你到底想说什么？殿下，您如今本源受损，独自在此清修太过危险。洪荒之中，想找您麻烦的可不在少数，尤其是当年参与过那件事的那些人。这与你何干？奴家想请殿下移驾青丘。我青丘虽然不负上古荣光，但也是一处清净之地，有我族大阵守护，外人轻易闯不进来。殿下若能在青丘休养，一则安全，二则我青丘有扶桑木的枝干，或许对殿下的伤势能有些许帮助。不用了，我在这里挺好。既然殿下不愿，奴家也不敢强求。只是，这是我青丘的信物，殿下若遇到麻烦，捏碎它，奴家会立刻赶到。另外，奴家斗胆想跟殿下求一根羽毛，不为别的，只是想沾染一点殿下的气息。我族修行若能得太阳真火的气息淬炼，可事半功倍。他把姿态放得很低，理由也找得很好，但我知道他要我的羽毛是想拿回去确认我的身份。我抬起翅膀，从上面拔下一根最不起眼的红色羽毛，那羽毛一离体，就化作一道流光飞向涂山氏。涂山氏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用一块丝帕接住。多谢殿下，奴家告退，不打扰殿下清修。我看着他消失的方向，沉默了一会儿。也许我该换个地方晒太阳，这个山头好像已经不太安全了。狐狸精走后，我又思考了3天，最终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挪窝太麻烦了，打包行李，寻找新住处，勘察地形，赶走本地小妖，一系列流程下来，得累掉我半条命。况且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这么折腾，还是躺平比较适合我。至于危险，兵来将挡，越挡越爽。我继续我的闲鱼生活，白天晒太阳，晚上也晒太阳。这天我正趴着，天空忽然暗了下来，大片大片的乌云从西边翻涌而来，遮蔽了太阳。紧接着倾盆大雨就下来了。这雨来的不正常，云层里妖气冲天，这不是自然天象，是有人在施法。何方妖孽在此作祟？云层中，一个身影缓缓降下，他身穿银色铠甲，手持一杆亮银枪，脚踩一对风火轮，看着倒是英武不凡。就是脑门上长了2个小小的龙角，破坏了整体美感。吾乃西海龙宫3太子敖甲。前日我表兄碧波龙君在此被妖人所伤，水府被毁，可是你这妖鸟所为。是我。好，你敢承认就好。你这妖鸟手段歹毒，毁我表兄道行，夺他基业，
今日我便要为我表兄报仇，拿你的妖丹去祭奠我碧波潭数万水族的亡魂。就凭你，就凭我，这妖鸟休得猖狂！看枪！我依旧趴着没动，甚至还打了个哈欠。那些看起来威力无穷的闪电，在劈到我头顶3尺高的地方时，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敖甲的亮银枪也停在了离我1尺远的地方，再也无法寸进。枪尖的金属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变软，一股融化的铁水顺着枪尖滴了下来，落在青石板上，发出嗤的一声。什么？我这杆枪可是用西海海底的万年寒铁打造，又经龙宫秘法祭炼了1000年，无坚不摧，怎么可能被融化？他想把枪抽回来，却发现枪头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住了，根本动弹不得。而且那股恐怖的热量正顺着枪杆朝他的手蔓延过来，他的手开始感觉到灼痛。放开我的神兵！那枪杆被烧得通红，他的手被烫得皮开肉绽，冒起了黑烟。那杆亮银枪掉在了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它在接触地面的瞬间就彻底化成了一滩铁水。很快，铁水也蒸发了，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敖甲呆呆地看着自己被烫伤的手，又看了看地上那块完好无损的青石板。还有什么招吗？没有的话，就收了你的神通吧。这雨下得我心烦。你究竟是……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天上的乌云，然后张开嘴，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很轻，但整个黑风山却刮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成千上万吨的雨水，连同那片乌云，都被我一口吸进了肚子里。天空放晴了，乌云消散了，灿烂的阳光重新洒了下来。我打了个饱嗝，嘴里冒出一缕白色的水蒸气。对面的敖甲已经彻底傻了。你现在可以滚了吗？别再来烦我，下次我可能就不是喝云那么简单了。也许我会想尝尝西海的海水是什么味道。敖甲一个机灵，转身踩着风火轮就跑，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天边。我看着他逃跑的方向，摇了摇头。西海三太子落荒而逃后，我的名声似乎在某个小圈子里传开了，黑风山成了一个禁地，再也没有不开眼的妖怪敢来我这里撒野。我乐得清静，每天专心致志的晒太阳，身体正在缓慢恢复，羽毛隐隐有金光流转，这是个好兆头。可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天，我正在享受日光浴，一股凌厉的杀气毫无征兆地将我锁定。我猛地睁开眼，一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的山峰上，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没有贪婪，没有恐惧，只有仇恨。我的心脏没来由地抽动了一下，这种感觉很熟悉，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那9个哥哥在陨落前应该也感受过这种被锁定的感觉。妖孽！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身上这股该死的味道，化成灰我都认得。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祖先叫后羿，而你是金乌，这就够了。我们金乌一族早就没落了，洪荒之中只剩下我这一个病秧子。当年的恩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何必再提过去？你们高高在上，自然觉得过去了。可我巫族的血海深仇，谁来承担？我族人流的血，我先祖战死的冤魂，难道就这么算了吗？我找了你300年，从东海之滨到西极昆仑，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你。我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的先祖，我要让这洪荒万族看看，太阳也是会被射下来的。
我能感觉到他是纯正的大巫血脉，他手中的弓和箭也确实是当年后羿用过的神兵，虽然只是仿制品，但也沾染了一丝真正的射日神韵。这一箭如果射出去，足以对现在的我造成致命的伤害。以我现在的速度，恐怕跑不过这支箭。我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但最终都归于平静。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拿弓指着我。男人没有理会我的话，他全部的精气神都已经灌注到了那一箭上。那只黑色的箭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朝我射来。我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然而预想中的痛苦并没有到来。我疑惑地睁开眼，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了。吵死了！大白天的，还让不让狐狸睡觉了？我的人你也敢动？后羿的后人，哼！后羿当年见到我姐姐，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娘娘。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手指轻轻一捻，那只由神铁打造、灌注了大巫战意的箭矢断了，碎成了漫天齑粉，随风飘散。对面的男人如遭雷击，噗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你是青丘？现在才知道，晚了。敢动我青丘要宝的人，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后羿后人死了，死得很干脆，连神魂都没能逃掉，魂飞魄散了。殿下，没吓到您吧？你怎么会在这里？奴家不是说了吗？奴家给了您信物，您遇到危险，奴家自然会赶到。只是没想到，这次来的是个巫族的疯子。这帮蛮子，脑子里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了。你给我的信物我还没捏碎。哎呀，殿下真是的，这种小事何必在意呢？奴家是不放心您，所以在您这附近偷偷设了个小小的感应阵法。只要有对您不怀好意的强大气息出现，奴家就将第一时间知道。他说的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能瞒过我的感知，在我身边布下阵法，这份手段非同小可。这只狐狸绝对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你到底想干什么？殿下这话可就伤奴家的心了。奴家对殿下可是一片赤诚，绝无半点虚假。上古之时，我青丘一族便与妖族天庭交好，妖帝陛下对我族更是多有照拂。如今您有难，奴家出手相助，也是理所应当。说实话。好吧，殿下既然想听实话，那奴家就直说了。我帮您确实有我自己的目的，我想请殿下和我双修。殿下不要误会，奴家说的双修，并非是那种不堪的采补之术，而是阴阳互济、本源交融的无上大道。您是太阳之子，身负至阳至刚的太阳真火本源，而我青丘狐族修行的是太阴之道，体内是至阴至柔的太阴之力。若我们二人能够本源合一，阴阳调和，对你我的修行都有天大的好处。您的伤势可以在短时间内痊愈，甚至修为更上一层楼，而奴家也可以借您的太阳真火，炼化我体内的阴煞，突破瓶颈，正得大罗道果，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停！我拒绝。为什么？这对您有百利而无一害啊！没兴趣。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晒太阳，不想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可是，殿下，如今的洪荒已经不是上古了，您一个人太危险了。那个巫族后人只是个开始，您身上的气息泄露的越多，找上门来的麻烦就越大。当年射日之战的仇家可不只有巫族，还有一些躲在暗处的家伙，他们更可怕。您需要一个盟友，一个强大的盟友，而我青丘之主涂山氏就是您最好的选择。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今天这事确实给我敲响了警钟。以我现在的状态，再来一个今天这样的角色，我可能就真的交代了。殿下，您不用立刻答复我，您可以在这里好好考虑一下。反正奴家最近也没什么事，
就在这黑风山住下了。一来是保护您的安全，二来也方便我们增进一下感情。我这里没地方给你住。这有何难？这不就有了吗？殿下，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还请多多关照哦。说完，他扭着腰走进了那座宫殿，留我一个鸟在风中凌乱。这世道太危险了，连一只公鸟出门都要注意安全了。涂山氏就这么在黑风山住了下来。他那个宫殿金碧辉煌，仙气缭绕，跟我这个敦实版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我特别的寒酸。他倒是没再逼我跟他双修，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他开始对我无微不至的好。每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他就端着一盘晶莹剔透的玉露送到我的青石板前。殿下，这是奴家亲手采集的朝露，蕴含草木精华，对您恢复本源有好处。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他会给我遮阳。殿下，您本源有伤，不宜暴晒。这太阳真火虽好，但过亮了也伤身。晚上他会抱着一张用千年冰蚕丝织成的毯子要给我盖上。殿下，山里夜寒，您身子弱，当心着凉。除了这些，他还天天给我讲故事唱小曲，那声音确实好听，故事也确实精彩。从盘古开天讲到三族争霸，再讲到巫妖大战，很多秘闻连我这个亲历者都不知道。但他这么一搞，我连发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看我的眼神，短短1个月，我就从一个高冷的咸鱼变成了一个被过度关怀的巨婴。涂山氏，我们能谈谈吗？殿下叫我苏黎就好。殿下有什么事但说无妨。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奴家对您不好吗？是哪里做的不对，惹殿下生气了？不是，你很好，真的，就是太好了。我有点不习惯。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呀。我们以后可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这些都是小事。那个关于双修的事，我考虑过了，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殿下是嫌弃奴家蒲柳之姿，配不上您吗？没有，绝对没有。你长得很好看，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狐狸。那殿下为何不愿？您是担心奴家会害你？也不是。那是什么？殿下，您就给奴家一个准话吧，这事到底成不成？您要知道，为了您，奴家可是把整个青丘都搬过来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他那座宫殿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一大片建筑。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了，这关系到2个种族的未来。我脑子飞速运转，打肯定打不过，跑也跑不掉，现在似乎只有一条路了。苏黎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本源受损，法力全无，就是个废鸟。就算我们双修，我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给你。那依殿下的意思是？依我看，这事不急，当务之急是先把我的伤养好，等我恢复了实力，恢复了上古金乌的巅峰状态，到那个时候，我的太阳真火本源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到那时，我们再谈双修的事，岂不是事半功倍？殿下说的对，是奴家太心急了。对，应该先帮您养伤，把您的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是奴家的错，奴家光想着突破，差点误了殿下的大事。殿下您放心，从今天起，您的伤就包在奴家身上了。奴家这就回族里，把我们青丘压箱底的宝贝全都给您拿来，什么9000年一熟的朱果，什么万年石钟灵，什么地心火莲子，只要能对您有帮助的，奴家就算是倾家荡产也给您弄来。我看着他那副打了鸡血的样子，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自从我提出要先养伤再双修之后，苏黎的热情又提升了一个档次。他真的把青丘的宝库给搬空了，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狐狸精从他们的宫殿里端着各种天材地宝送到我的青石板前。那些在外界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的宝物，在这里跟不要钱的大白菜一样，堆得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还研究出了一套金乌养成计划，每天用什么灵药泡澡，吃什么年份的鲜果，喝什么泉水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连我晒太阳的角度都被他们用阵法精确的计算过，确保我能接收到最精纯的太阳能量。我压力很大，大到开始掉毛。
这天我正在被一群小狐狸精用一种特制的精油按摩，忽然山下来了一个道士，那道士骑着一头白鹿，手持拂尘，一身蓝色道袍，仙风道骨。他一到黑风山就停住了脚步。好重妖气！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多的妖孽盘踞于此，简直是无法无天。此地竟还有一件至阳宝物被妖气所蒙蔽，不行！贫道既然路过，就不能坐视不管，定要降妖除魔，救出那件宝物。说完，他催动身下的白鹿就往山上走，还没走2步，10几道身影就挡在了他的面前。为首的是一个9条尾巴的年轻狐狸，看样子是青丘的长老。来者何人？此乃我青丘禁地，外人不得擅闯。贫道乃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座下记名弟子白云子，今日路过此地，见妖气冲天，特来查看。你们这群狐妖，速速散去，莫要自误。昆仑山没听过，管你什么白云黑土，赶紧滚蛋！再往前1步，休怪我们不客气。大胆妖孽，竟敢对圣人门下不敬！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阐教正法的厉害！姐妹们，布阵！10几只狐狸精立刻按照某种玄妙的方位站好，它们身后的尾巴同时亮起，一道粉红色的光幕冲天而起，挡住了那张金色的大网。2股力量在半空中相撞，发出一声巨响，气浪翻滚，吹得山石乱飞。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素色云界旗虽然只是个仿制品，但也有本体的一丝威能。大长老他们挡不住，怎么办？只能我亲自出手了。不用，杀鸡焉用牛刀，这种小角色我来处理。殿下，你看着就行。喂，那个骑鹿的，你刚刚说这里有件至阳宝物，不错，那宝物与我有缘，我今日势在必得。哦，说着，我身上的羽毛忽然亮了起来，一股纯粹到极致的至阳至刚的气息从我身上爆发出来。那你看是不是这样？瞬间，我的气息就笼罩了整个黑风山，山上的花草树木在这股气息下疯狂的生长。那些狐狸精一个个也都露出了舒服的表情，感觉自己的修为都精进了一丝。唯独那个白云子手中的那面素色云界旗，在这股气息面前开始剧烈的颤抖。这是太阳真火？不对，比太阳真火更纯粹。这是本源？你是金乌？现在你还觉得他跟你有缘吗？晚辈白云有眼不识真身，冲撞了太子殿下，求殿下恕罪，求殿下饶命啊！我还在思考怎么处置他，那头白鹿忽然开口了：“殿下饶命啊！这不关小鹿的事儿啊，都是这个牛鼻子老道非要来送死，小鹿拦都拦不住啊！”小鹿看殿下神威盖世，气度不凡，心生仰慕，愿追随殿下，为殿下当牛做马。说着，他还朝我抛了个媚眼。那头白鹿为了活命，可以说是毫无节操。他不仅主动表示要跳槽，还把他的前主人白云子卖了个底朝天。殿下，你是不知道啊，这个白云子在昆仑山就是个死草地的，仗着自己是记名弟子，天天在外面作威作福。他那面破
旗子都是他从他师兄那里偷来的仿制品。他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降妖除魔，他就是看上了这里的灵气，想占山为王。你这畜生，胡说八道！哼，我胡说？那你敢不敢对天道发誓？你没想过把这些狐狸姐姐抓起来当你的顶炉？好你个臭道士，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无耻之友，无耻之友！杀了他，把他炼成丹药！等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金乌，你别得意，杀了我也没用，你的气息已经暴露了。很快，整个洪荒都会知道你还活着。到时候不只是我阐教，还有西方教，还有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大能，他们都会来找你。以为青丘的这群骚狐狸能保得住你吗？你死定了！我会在下面等着你的。你说的对，我的气息确实暴露了，所以我更不能让你活着离开，不然岂不是给我自己留下了一个会通风报信的祸害？至于你说的那些麻烦，不劳你费心，他们不来找我，我迟早也会去找他们。当年的账总要一笔一笔的算清楚。你想跟着我？小鹿做梦都想。行吧，以后你就留在这里看门吧。有不长眼的想上山，你就负责把他给我劝退。是，殿下，保证完成任务。事情就这么解决了。青丘的狐狸精们看我的眼神更加敬畏和崇拜了，而苏黎看我的眼神则是更加的炽热。我能感觉到，他体内的太阴之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有点头疼。自从收留了那头名叫陆悠悠的白鹿当门卫后，黑风山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偶尔有几个不开眼的修士或者妖怪想来一探究竟，都被陆悠悠给劝退了。我继续过着被圈养的日子，在苏黎和他的族人的精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快，羽毛也彻底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可算将你这一身羽毛给养回来了，我们也算没有白费功夫。我感觉我离恢复巅峰不远了，这也意味着我距离和苏黎双修的日子不远了。我有点焦虑。殿下，不好了！山下来了一支仪仗队，排场可大了。前面是虾兵蟹将开路，后面是蛟龙抬着一座华丽的轿子。他们说他们是东海龙宫的，来给他们家公主提亲的。提亲？跟谁提亲？跟您啊！他们说您和他们家的敖润公主有婚约在身，是当年妖帝陛下和老龙王亲口定下的。我还没反应过来，苏黎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了下去。哪里来的野鸡，也敢跟我抢男人？我听到他在风中怒吼，赶紧飞了下去。山脚下，两拨人马已经对峙起来，一边是苏黎带领的青丘狐族，一个个媚眼含煞，杀气腾腾；另一边是东海龙宫的队伍，虾兵蟹将，严阵以待。队伍中间，一个少女从那座用珊瑚和珍珠打造的轿子里走了出来。你是什么人？为何拦我去路？我是他的人，你又是谁？来这里干什么？那龙女愣了一下，看到了悬浮在半空中的我。我叫敖刃，是他的未婚妻。胡说八道！他什么时候有未婚妻了？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上古妖帝陛下与我父王定下的婚约，上面有妖帝陛下的金印，还有天道誓言为证，容不得你这狐妖在此抵赖。苏黎看着那卷金色的卷轴，脸色变了又变，转过头，用一种哀怨的眼神看着我。我飞了下去，落在两拨人的中间。都别吵了，
苏黎立刻扑了过来，想抱我的翅膀，被我躲开了。殿下，您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外面怎么有龙了？陆九哥哥，你不记得我了吗？小时候你还来过我们东海，你还说我的鳞片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我努力的在脑子里搜索，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那个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怎么当不得真？我等了你几十万年，从妖族天庭覆灭到如今，我一直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我为你守了几十万年的寡，现在你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却说当不得真。我不是那个意思。守寡说的真好听，几十万年，你们龙族龟缩在四海，不问世事。殿下在外面颠沛流离、生死不知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现在殿下回来了，实力也快恢复了，你们就拿着一纸婚约跑来摘桃子了？想得美！我告诉你，这男人是我先看上的，想跟我抢，门儿都没有！你这狐狸好不讲理！婚约在此，天道为证。他是我的夫君，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夫君，叫得真亲热。你们拜堂了吗？有婚约就够了。婚约算个屁！我跟他孩子都有了。我扭头震惊地看着苏黎，苏黎给了我一个眼神，然后挺了挺肚子。虽然那里平坦的跟飞机场一样，但敖润的脸还是唰的一下全白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背叛，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东海龙宫的虾兵蟹将们个个都震惊地张大了嘴，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青丘的狐狸精们则是一脸的自豪。好一个陆九，几十万年不见，你真是长本事了。是我自作多情了。他转过身就要回轿子，那背影说不出的凄凉，我心里咯噔一下。等等，他说的是假的，我跟他什么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孩子。殿下，你怎么能当着外人的面不认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压根儿就没孩子，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这黑风山的狐狸窝一把火点了？我身上的太阳真火随之波动了一下，周围的温度陡然升高。苏里缩了缩脖子，只能悻悻地闭上了嘴。敖润停下脚步，转过身，他看着我，又看了看苏里，眼神里带着一丝怀疑。真的？真的。我以我们金乌一族列祖列宗的名义发誓，我跟他清清白白。听到我的誓言，敖润的脸色才好看了一点。那婚约的事？婚约是真，是我爹当年定下的，但是那是上一辈的事了。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年轻人讲究的是自由恋爱，包办婚姻是不对的。自由恋爱？那是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道为证，这才是正理。陆九哥哥，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主要是我们不合适。你看，我是鸟，你是龙，我们物种不同。物种不同，怎么了？我父王还娶过凤凰呢，生下来的就是玲珑，血脉更高贵。我们要是结合，生下来的孩子肯定是天地间最强大的神兽。主要是我现在一心只想复仇，当年的仇家一个都还没解决。我不想谈论儿女私情。陆九哥哥，我能帮你。我们东海龙宫虽然不负上古之勇，但也有几分实力。我这就回去说服父王，起青海之兵助你复仇。用不着，就你们东海那几条老泥鳅够干什么的？殿下的事就是我们青丘的事，我们青丘誓死追随殿下。眼看着他们俩又要吵起来，都停下！我的仇我自己会报，不需要任何人插手。我释放出我体内已经恢复了大半的威压，所有的狐狸精和虾兵蟹将都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跪倒在地。只有苏黎和敖润还能勉强站着，但他们的脸色也变得苍白。现在听我说，第一，婚约的事暂时搁置，等我报完仇再来谈。第二，
你们两个以后不许再吵架，谁再吵就给我滚出黑风山。第三，苏黎以后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敖刃，你也一样。在我报仇之前，我6根清净，约法3章，不近女色。苏黎咬着嘴唇，一脸的不情不愿。敖润眼神里反而多了一丝欣赏。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我松了口气，转身飞回我的青石板。约法3章之后，苏黎和敖润真的不吵了，但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竞争，一种全方位的谁对我更好的内卷。今天苏黎给我端来一碗用9天息壤培育出来的赤阳米，明天敖润就给我送来一颗东海最深处孕育了10万年的定海神珠。今天苏黎给我唱青丘的采茶小调。采茶姑娘上山岗，春风吹来茶叶香。明天敖润就给我跳龙族的奇雨战舞。我被他们伺候的都快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样下去不行，我必须得找点事做。我要出去一趟。去哪儿？去找个东西，一件对我复仇很重要的东西。那是当年我那9个哥哥陨落后，散落在洪荒各地的本源碎片。那些碎片蕴含着他们最后的力量。如果我能把他们都找回来，融合进我的身体，我的实力不仅能恢复巅峰，甚至还能超越巅峰，达到一个连我爹都没能达到的境界。我们跟你一起去。不行，这次我自己去。你们的目标太大，跟着我不方便。他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离开了黑风山，独自一鸟踏上了寻找兄长本源碎片的旅程。我根据血脉中的感应一路向西，第一块碎片的气息就在犀牛贺州。一个叫万寿山武装观的地方，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才赶到那里。远远的我就看到一座仙山，远山上有一座古朴的道观，道观门口有2个小道童在扫地。那块本源碎片的气息就是从道观的后院里传出来的。我没有硬闯，因为我能感觉到这道观里有一股很强大的气息，而且是个我绝对惹不起的高手。于是我变成了一只普通的麻雀，落在了道观的墙头上。后院里有一棵参天大树，那树上面结着一个个人参果。我瞬间明白这里是镇元子的道场，当年在紫霄宫和我爹称兄道弟的人物，我大哥的本源碎片竟然落在了这里，还被镇元子当成了肥料来滋养他这棵破树。我气得差点当场现出原形，但理智还是压倒了冲动。硬抢肯定不行，于是我观察了几天，发现每天中午镇元子都会去后院给果树浇水。这是个机会。这天中午，我又飞进了后院，看到镇元子正拿着个水瓢，一下一下的给果树浇水。这个气息是镇元子，别来无恙。你是太子殿下？正是我，好久不见。殿下，你还活着，太好了，太好了！陛下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我让他起来，跟他说明了来意。当他听说我大哥的本源碎片被他的人参果树吸收了之后，他二话不说，当场就要把这棵树给连根拔了。不用那么麻烦，碎片已经和果树为一体了，强行剥离只会毁了这棵神根，我自有办法。我飞到树下，将我的本源之力注入到树根里，然后我开始与那块碎片进行沟通。我是陆九，我来接你回家了。那块碎片仿佛听懂了我的话，开始震动，一股股精纯的能量顺着树根缓缓地流进了我的身体。这个过程持续了3天3夜。3天后，我成功地吸收了我大哥的全部本源，实力暴涨了一大截。而那棵人参果树非但没有受损，反而因为太阳真火的滋养，变得更加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树上的果子都大了一圈。没想到这人参果树竟有如此造化。等等，当年的射日之战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背后有圣人的影子，甚至不止1位圣人。
我离开了武装观后，正准备去寻找下一块碎片，我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个冰冷的声音：警告！警告！实验体出现异常数据波动，自主意识、觉醒度超过阈值，修正程序启动。目标：抹除实验体异常记忆，重置世界线。等我反应过来后，发现我在一个容器里，容器外面站着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我看不清面容的人，他们正在操作着一些我看不懂的仪器，其中一个指着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看懂了他们的口型。他们在说这只金乌好像发现我们，快格式化。我意识坠入黑暗的瞬间，我只觉得浑身的金乌本源都在疯狂躁动，太阳真火不受控制的在神魂里翻涌，滔天的不甘从神魂深处破土而出，点燃了我体内每一缕太阳真火。我在黑暗中嘶吼，神魂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原本涣散的金乌本源，在这股执念的牵引下，开始疯狂聚合，甚至比吸收了大哥的本源碎片后还要凝练。那些被试图抹除的记忆，此刻反而成了滋养我神魂的养料。每一个画面，每一种情绪，都让我的自主意识变得更加坚定。警告！实验体神魂波动异常，太阳真火本源突破程序限制，格式化进程受阻，请求启动最高权限销毁程序。请求启动最高权限销毁程序。紧接着，一股比世界崩塌时还要恐怖的力量朝我碾压而来。在这股力量面前，哪怕我恢复了金乌巅峰实力，甚至超越巅峰，似乎也不堪一击。但我没有退缩，我将所有的太阳真火和神魂力量凝聚在一起，化作一道金色的光柱，朝着那股碾压而来的无形力量猛冲而去。金色的光柱所过之处，黑暗被撕裂出一道缝隙，那股看似不可匹敌的无形力量，竟然被硬生生顶退了几分。不可能！低维世界的实验体怎会突破程序桎梏？销毁程序功率提升至100%！我的神魂也传来阵阵撕裂般的剧痛，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消散。就在这时，那些被我珍藏在神魂深处的记忆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此刻却凝聚成了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融入了我的神魂之中。这股力量没有攻击性，却有着无比坚韧的韧性，像是一道坚固的屏障，挡住了那股无形力量的侵蚀。你们说我的一切都是实验，可你们不知道，我的洪荒有我的牵挂，我的存在由我自己定义，不是你们的编号，不是你们的实验体。原本即将崩裂的金色光柱突然爆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太阳真火的温度瞬间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连那超越维度的空间都开始被灼烧的扭曲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脑海中响起，那股无形的力量竟然出现了裂痕。销毁程序失效，实验体突破空间桎梏。警告！实验体正在靠近实验舱。而我则顺着那道被撕裂的空间缝隙，猛地冲出了那片黑暗。眼前的景象骤然变幻，巨大的金属墙壁闪烁着冷硬的光泽，无数复杂的仪器在飞速运转的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在不断变化。我睁开眼后，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的容器里，周身萦绕着淡淡的太阳真火，哪怕身处这冰冷的液体之中，也依旧散发着灼热的温度。刚才在脑海中响起的机械音，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仪器里发出来的。他竟然突破了销毁程序，还打破了实验舱的空间屏障！怎么可能？010号只是一个低维世界的实验体，按照设定，他的意识最多只能达到自主觉醒的初级阶段，根本不可能突破我们的程序限制。快关闭实验舱的能量供应！启动空间封锁，绝不让他出来！走，别打他！一道道冰冷的金属闸门从四周的墙壁中伸出，无数道能量射线也瞄准了我，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气息。你们以为凭这些东西就能拦得住我？我的声音让那些面具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我抬手轻轻一握，一股精纯的太阳真火便凝聚在掌心，金色的火焰在淡蓝色的液体中燃烧，竟然没有丝毫熄灭的意思，反而将周围的液体灼烧得滋滋作响，不断蒸发。不好，他在动用太阳真火！实验舱的防护层快撑不住了！屏幕上的防护层数据正在飞速下降，红色的警报灯在空间中不停闪烁，发出刺耳的声响。给我碎！我从实验舱中缓缓走出，每一步落下，脚下的金属地面都会被灼烧出一个深深的印记。面具人们彻底慌了，他们疯狂地按下各种按钮，一道道能量射线朝着我射来。
可在碰到我周身的太阳真火时，却瞬间融化。一个面具人嘶吼道：“空间封锁启动！”但他们低估了金乌本源的力量，也低估了我在洪荒世界中沉淀的底蕴。我可是吸收了大哥的本源碎片，融合了数十万年来的执念，甚至还得到了青丘、东海、镇元子等人的意念加持。我的太阳真火早已不是单纯的洪荒之火，而是融合了自主意识的不灭之火。区区空间封锁，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我一步步朝着他们走去，周身的太阳真火让他们连靠近都不敢。你别过来！我们是高维世界的研究者，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整个高维世界都会对你展开追杀。你就算再强，也不可能对抗整个高维世界。高维世界那又如何？在我的洪荒世界，你们把我当成实验体，随意摆弄我的命运，试图抹除我的记忆，销毁我的意识。这笔账我总得好好算算。更何况，你们以为你们所谓的高维世界就一定是真实的吗？或许你们也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实验体，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你胡说！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是至高无上的。真实？那你们告诉我，什么是真实？是你们手中的仪器，是屏幕上的数据，还是你们自以为的掌控力？在我看来，所谓的真实从来都不是由维度决定的，而是由心决定的。我在洪荒世界活过的每一刻都是真实，我感受到的每一份情感，我想要守护的那些人，都是真实的。而你们，不过是一群躲在冰冷的仪器后面，不敢直面内心的懦夫罢了。我的话狠狠刺进了那些面具人的心底，他们的身体开始颤抖，眼中的坚定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和恐惧。我看着他们这副模样，心中没有丝毫怜悯。你们为了所谓的实验，让无数生灵在其中挣扎，让我承受了数十万年来的痛苦，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不会杀你们，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我要让你们体验一下被当成实验土的滋味。我抬手一挥，一股太阳真火便将那些面具人笼罩。火焰没有灼烧他们的身体，而是直接侵入了他们的神魂，将他们的意识抽取出来，融入了我用太阳真火凝聚的一个小型世界之中。只不过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不再是掌控者，而是最底层的生灵，要经历生老病死，要承受颠沛流离。你们不是喜欢做实验吗？那我就让你们自己成为实验的一部分，好好感受一下你们所谓的低维世界的生灵所承受的痛苦和挣扎。做完这一切，我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冰冷的空间，无数的仪器还在飞速运转，屏幕上还在跳动着关于我的数据。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掌控洪荒世界的，也是用来监控我的。我抬手一挥，漫天的太阳真火便将整个空间笼罩，金色的火焰疯狂燃烧，那些复杂的仪器瞬间被融化，屏幕上的数据也彻底消失。红色的警报灯在火焰中炸裂，发出最后的声响，整个空间瞬间被烧成了一片虚无。解决了这一切，我站在虚空之中，看着周围一片混沌的景象，心中思绪万千。洪荒世界崩塌了，苏里、敖润、镇元子、陆悠悠，那些我在意的人都消失在了世界的碎片之中。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传来阵阵刺痛。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找回来的。既然我能突破实验者的桎梏，打破空间的屏障，那一定也能重新凝聚洪荒世界，让那些消失的生灵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金乌一族本就拥有掌控时空的天赋，只不过之前我的本源受损，未能觉醒罢了。如今我的实力超越了巅峰，神魂也变得无比凝练，掌控时空的天赋也在这一刻彻底觉醒，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扩散开来。那些崩塌的洪荒世界碎片开始在虚空中汇聚，太阳真火化作一道道金色的丝线，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我的神魂力量也融入其中，重新构建着洪荒世界的法则。这是一个无比浩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巨大的本源和神魂力量，但我没有丝毫退缩。每一片碎片都承载着我在洪荒世界的记忆。时间在虚空中悄然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原本混沌的虚空开始渐渐凝聚出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黑风山重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那块青石板依旧温热，陆悠悠正趴在青石板旁打着瞌睡。青丘的宫殿依旧金碧辉煌，苏黎正站在宫殿前翘首以盼，东海的龙宫依旧波光粼粼，敖润正站在海边望着远方，武装观的人参果树依旧枝繁叶茂，镇元子正坐在树下品着清茶。洪荒世界重新回来了，
而那些被实验者设定的剧情也在这一刻彻底消失。这个世界不再是被掌控的实验场，而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所有的生灵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我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落在了黑风山的青石板上，依旧是那只金色的大鸟。只不过此刻的我，羽翼更加璀璨，周身的气息更加沉稳，阳光洒在身上依旧温暖，和我最初想要的安安静静的晒太阳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我的身边多了许多牵挂。殿下，你终于回来了。陆九哥哥，你去哪儿了？我好想你。殿下，恭喜您重掌洪荒。殿下，您回来了，以后我还给您看门。青丘的狐狸精们和东海的虾兵蟹将们也都聚集在了黑风山，对着我恭敬行礼，眼中充满了敬畏和崇拜。那只曾经只想安安静静晒太阳的金乌，如今成了洪荒世界的守护者。而我的身边有了一群想要守护的人，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实的世界。往后的日子依旧可以安安静静的晒太阳，只不过身边多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温暖。偶尔苏黎还是会缠着我谈双修，敖润还是会拿着婚约卷轴跟我撒娇，陆悠悠还是会谄媚的凑上来，镇元子还是会送来武装观的人参果。但这一次，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属于我的。洪荒重归完整，而我融合了大哥的本源碎片，又突破了实验桎梏，连带着整个洪荒的天地气运都比往昔兴盛了数分。黑风山的青石板依旧是我的专属之地，阳光落在羽翼上，暖融融的，却再无从前那种仅靠日光吊命的窘迫。周身的太阳真火收放自如，淡金色的光晕萦绕周身，既不会灼伤到身边的生灵，又能时刻滋养着受损的本源。如今的我虽未彻底抵达金乌一族的极致巅峰，却也已是洪荒中顶尖的大能，抬手间便能引动日月星辰，副手间可翻江倒海。苏黎和敖润的内卷依旧，却少了从前的针锋相对。每日清晨，苏黎会带着青丘的灵草晨露熬成温润的汤药，这汤药能温养本源。敖润则会从东海深处寻来千年冰魄、万年珍珠，雕琢成小巧的饰品。我虽身为金乌用不上这些，却也能感受到他那份笨拙的心意。陆悠悠依旧守着黑风山的山门，只是如今的他再也不用靠着油嘴滑舌劝退来客，只因洪荒之中无人不知黑风山有位金乌殿下。偶尔有不开眼的散修误入，见了陆悠悠这身跟着金乌殿下的气派，便会吓得连滚带爬的退走。镇元子成了黑风山的常客，武装观的人参果成了我这里的寻常吃食。他每每前来，总会与我对坐于青石板旁，品着仙茶，聊着上古的旧事。当年射日之战背后确有圣人推手，巫族与妖族的大战也并非只是两族的恩怨，而是有人在暗中搅动风云，想要借巫妖大战的契机削弱洪荒的本土力量，为日后的谋划铺路。殿下如今重掌自身命运，又重铸了洪荒天地，那些藏在暗处的家伙怕是坐不住了。当年参与谋划射日之战的，除了巫族的后裔，还有阐教、截教的几位金仙，甚至西方教也在其中掺了一脚。他们皆觊觎金乌一族的太阳真火本源，只是当年殿下陨落的消息传开，他们才暂时作罢。如今殿下现世，实力强横，他们必会再次前来觊觎。他们若敢来，便让他们有来无回。当年的仇，我本就打算一笔一笔算，如今洪荒归位，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殿下有此决心甚好，我虽不善争斗，但武装观的人参果树能聚天地灵气，又有乾坤秀在手，若殿下需要，我定当鼎力相助。多谢道长好意。如今的我早已不是那个连后羿后人都险些应对不了的病弱金乌，融合了大哥的本源碎片，又突破了高维实验者的桎梏，我的太阳真火已然超越了上古金乌的极致。几日后，洪荒之中传来了消息，阐教的12金仙之一广成子带着弟子云中子前往西岐，扬言要降妖除魔，清剿洪荒异类。话里话外皆是针对我的。明眼人都知道，广成子这是受了元始天尊的授意，前来试探我的实力，想要夺取我的太阳真火本源。这广成子也太不识好歹了！殿下重铸洪荒于天地有功，他倒好，反而前来挑事。待我带青丘的姐妹们去会会这位阐教金仙。苏黎姐姐，我与你同去。东海的水军早已整装待发，
定要让这广成子知道，我龙族也不是好惹的。不必如此麻烦，区一个广成子，还不值得你们出手。我一人前去便足够了。殿下，那广成子乃是阐教金仙，手握翻天印这等至宝，实力强横。你一人前去，怕是有危险。放心，我去就会，正好让洪荒众人看看，我金乌一族从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广成子正立于城头，手中托着翻天印，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云中子站在广成子身侧，手持桃木剑。妖孽，竟敢擅闯西岐地界，速速受死！广成子，你阐教身为圣人门下，不去守护洪荒，反而借着降妖除魔的名头觊觎我的本源，真当我金乌一族无人了吗？陆九，你乃洪荒异类，当年射日之战，你金乌一族为祸洪荒，本就该被覆灭。如今你逆生现世，更是违背天道。贫道今日便替天行道，除了你这妖孽。哼，替天行道，天道何在？我金乌一族守着太阳星，为洪荒带来光和热，从未为祸世间。反倒是你们这些圣人门下暗中搅动风云，借巫妖大战削弱洪荒，又觊觎各族本源，这就是你们的天道！我的话字字诛心，广成子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抬手便将翻天印记起，朝着我狠狠砸来。周围的天地灵气都被翻天印搅动，西岐城外的百姓吓得纷纷躲避。云中子更是在一旁催动法术，加持翻天印的威力。看着砸来的翻天印，我面不改色，抬手一挥，一股精纯的太阳真火便凝聚而成，化作一面金色的火盾挡在身前。翻天印狠狠砸在火盾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金色的火焰四散开来，将周围的空气灼烧得滋滋作响。这怎么可能？你的太阳真火怎会如此强横？你以为如今的我还是当年那个被你们随意算计的金乌吗？火焰剑速度极快，瞬间便来到了广成子和云中子面前。广成子急忙催动翻天印抵挡，云中子也祭出桃木剑想要劈开火焰剑。只听哧啦几声，桃木剑瞬间被火焰剑融化，翻天印也被烧得通红。广成子见状，当即转身想要逃走，却被我用太阳真火凝聚的锁链缠住了四肢。想走？当年参与射日之战的有你阐教的份，今日便先从你身上讨回一点利息。广成子身上的金仙修为在太阳真火的灼烧下开始不断消散。云中子见师傅被擒，吓得魂飞魄散，想要偷偷溜走，却被我随手一道火焰剑射穿了肩膀，摔落在地，再也动弹不得。就在我准备废掉广成子的修为，让他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时，一道金光从天际飞来。陆九，休伤我弟子！来人正是元始天尊，一身道袍，面容威严，周身圣人威压四散开来，想要将我压制。圣人威压果然强横，周围的天地都开始颤抖。元始天尊，你身为阐教教主，圣人之尊，竟纵容弟子觊觎他人本源，甚至借着降妖除魔的名头挑起事端，真当洪荒之中无人能治你了吗？陆九，你区一只金乌，也敢对本座指手画脚？今日本座便替洪荒清理门户，除了你这逆生的妖孽！看着劈来的盘古幡，我心中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战意暴涨。当年我的9个哥哥便是死在这些圣人的算计之下，如今元始天尊亲自出手，正好让我新仇旧账一起算。我将体内的太阳真火尽数释放，化作一柄金色的火焰长刀，刀身上萦绕着9道金乌虚影，那是我9个哥哥的残魂气息。元始天尊，今日我便让你尝尝金乌一族的怒火！
太阳真火的灼热气息瞬间便笼罩了整个西岐上空。元始天尊见状，急忙催动盘古幡的全部威力，想要抵挡这一刀。刀与幡相撞的瞬间，整个洪荒都为之震动，金色的火焰和混沌的气息四散开来。这一战注定震动整个洪荒，而我陆九，洪荒最后一只金乌，终将让那些藏在暗处的家伙付出应有的代价，守护住这方我用性命重铸的天地，守护住身边那些值得我珍惜的人。洪荒的风雨才刚刚掀起，而属于金乌的传奇也将在这风雨之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洪荒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属于最后一只金乌的传奇才刚刚开始。